我今天必须公开这份炸鸡配方，就算被外国炸店封杀，这传奇味道中国人必须尝到。太爽了！魔鬼辣炸鸡，一口香辣到底。做这个魔鬼辣炸鸡腿必须选用手枪腿儿。会说鸡，会炸鸡，骨头不就去下来了吗？眼前这些食材是咱们食腌法必须要有的标配。小陀螺转起来，咱们搅打的时候千万不能加一滴水。这魔鬼辣的炸鸡，你必须值得拥有。下属提问了啊，这毛肚火锅里边所说的毛肚到底是猪的还是牛的？咱们到评论区里交流一下。说到挑战爆辣，用海底捞魔鬼辣牛油火锅底料，小小一块就够了。这里除了川渝底料的经典牛油香，还加入了魔鬼椒涮涮辣，这底料辣度值有2万多。肥牛、毛肚、小公菜，海底捞魔鬼辣牛油火锅底料往里边一浇，有不少人都被辣哭了，是不是聪哥？哎呦，我的嘴，我的屁！活该！魔鬼鸡腿儿，你吃30年火锅都想不到，能把这些通通的放到鸡肉里，上那百万不换的秘制粉浆，一裹粉在清水盆里边一泡，再入盆开炸。炸鸡的时候让鸡在锅里边转动起来，会漏吗？如果锅里边没有那种稀稀哗哗的水声，不可能漏。这好味道必须值得可期。炸鸡配薯条，快乐没烦恼。汆烫一下的薯条，炒炒拌拌，等这薯条金黄酥脆的时候，咱们就给它捞出来控控油。今天下手给你们来一个魔鬼辣酱薯条，葱姜葱姜，不甜不香。再来一块海底捞魔鬼辣牛油火锅底料，真香！要给我留点，用的可是爆辣魔鬼椒，你还能吃啊？好吃又过瘾。这牛油煮多久都不会淡，又香又浓，而且没有防腐剂和色素，吃着可以放心啊。就最后2包了，我还要用呢。捞出里边的渣渣，沏点水淀粉，再撒上它一把小葱花，就这辣度，一口直接哭。开选！一口包子180，我用80秒让你记住它流传100年的秘密，竟然是掀开窗后喝汤，最后一扫光。灌汤包里的汤就是这个皮冻高汤，作为非遗名菜，每一步都很考究，用时间把各种食材里的胶质和水完美融合。锅里出高汤，自然凝固，再切碎。皮碎冻看起来很厉害了吧？但这只是入门，拆够这一堆螃蟹才是核心。蒸螃蟹放上点姜、小香葱，大火蒸它15分钟。去蟹肉的时间一定要快，争分夺秒，锁住最后一抹鲜。油温3成，咱们下老姜、小葱、胡萝卜、蟹壳一起煎炸，轻轻的按压，这算粉身碎骨吧？稀里糊涂粉身碎骨。油色红亮的时候，咱们这个蟹油就算是熬好了。蟹油炒蟹粉，这香味儿才绝伦。放上姜末煸香，蟹黄、蟹肉，新鲜的虾子，这灌汤包还不把人掀掉眉毛，这才怪呢。小火慢炒15分钟以后，咱们撒上小葱花，镇江香醋。平时吃得食养互补。嘿嘿，平时我都是喝酒驱寒的，怪不得我买的劲酒都没了呢，用我买的酒养你，你挺会呀你。温凉互补，食养才对味儿。那你给我再来一点。劲酒虽好，可不要贪杯哦。高汤冻和蟹粉完美融合，咱们开始制作整个灌汤包里的重中之重，就是这个面皮。饺子皮儿不行吗？你知道这灌汤包里边这个面皮，它得是那种吹弹可破高筋面粉过箩。这灌汤包的面皮的秘方真是千金难换。今天夏叔是毫无保留的给大家分享。面团放到盆里边，咱们醒面20分钟。整个灌汤包的面团经过3醒3揉，就是每隔20分钟咱们揉搓一次，再醒发一次。擀这灌汤包的皮儿一定是转着圈的擀，四周薄，中间厚，抻拉不破，薄可透字。这个包子又叫做舍得，我舍得用最好的料做出人间最美味的蟹黄灌汤包。趁热开窗喝香汤，开选！在你手里吃烂的土豆，只要30秒就让你学会天花板级的下饭神器。土豆油整化零，这跟我爸那金戒指一样。这不是戒指，这是顶针。锅里边不加一滴油，从这肉末里边咱们借它3克油。土豆千万不要泡水，表面的这些淀粉形成外煎内蒸的效果。错了，给我拿一8角，不是，你给我来了个7角，那1角哪儿去了？放上1颗8角，煎。哎呀，娇娇小小的，就像是南柯老爹手上那大金戒指。这些呢，咱们就开始进行葱姜蒜倒炝锅，香香喷喷，下饭超强。来一壶天上的水，知道这热水是几年的吗？ 82年的。谁说的？2024年，破虎年末。
这片子剪完以后，估摸已经到了2005年了。不可能！适料放完，放干料，大火焖烧它5分钟。妈妈的剩米饭戳上这几个小圈圈，小火再焖它3分钟。哎呦，要你发财的小手，先撒鸡麻、红绿小辣椒、肉末、土豆拌饭，开选！让肯德基震惊！1整年的芝士和牛堡被我一口复刻了，30个那是60秒，让你原版复刻和牛堡。一个汉堡包它有什么难的呀？cheese、生菜、酸黄瓜，C位担当一定是这个和牛牛肉饼。下厨分分钟，手拿本掐。优质的国产和牛一定得是黑龙江产的。聪，这块龙江和牛多少钱？380。多少钱？这是下厨复刻出血本了，这全从你办费里扣。这龙江和牛45度斜切，切到肉的2/3地方收刀，90度竖切，这才是我们中国菜的刀工之道。老下飞刀，黄豆粒大小的肉粒，翻刀不掉。这次敢用龙江和牛去做和牛堡，下回你还不得用帝王蟹做那个蟹黄堡啊？那我能吃10个。我才不给你做呢！这个刀口又是即将失传的马蹄刀，马蹄刀。为什么它肉饼这么多汁？哎呀，因为它里边加了鸡蛋液，还有黄洋葱。咱们这洋葱一共3个颜色：白洋葱、紫洋葱，还有今天我们选的和洋葱。龙江洋葱。黄洋葱切到根部不断，再竖粒粒分明的洋葱粒。调味打饼，降温的冰有了，让牛肉的味道更加鲜美。帅大。紧致绵密的口感，黄洋葱加上橄榄油，少量的淀粉锁住牛肉里边的完美汁水。一个和牛肉饼120克，咱也弄一个同样足量的。我靠，请叫我夏饼贵。肉往里边一放，家里有烤箱的咱们原味复刻，家里没有烤箱的咱们就放到平底锅里边。和牛汉堡，呸，稍微的给它烙一烙。提问请回答，一个真正的和牛堡需要几种食材才能达到真正的完美复刻？不仔细看都分不清哪个是你做的。那是做个和牛堡用了58块钱，花了我2个多小时。按肯德基方法做肉饼，看看我的一样多汁。让人家多做几个。现在肯德基 APP 2种口味和牛堡任选一个，搭配一杯饮料才29.9块，自己做费时又费力，还不如去肯德基买去。开选！有不少明星吃了我做的排骨，都追着我要配方。好吃，那是我有一个全网谁都不知道的秘诀。酸菜炖的好与坏跟刀工有直接的关系，轻轻的片丝，推到这种可以透过刀光的状态，咱们把它切成细丝儿，谁吃谁都会说是这个。下属提问，为什么今天我们是要用冰块？它有什么好处？我们在评论区里交流一下。老排骨去渣流汤，换个炒锅炒香香，土炸它都有。后就帮我替个啊，广告位。夏叔是不是疯了？再不做广告，夏叔都快揭不开锅了。锅子热，下酸菜喽。你知道一般什么时候吃酸菜？过年。对。有可能是妈妈的味道，有可能是奶奶的味道，有可能是家的味道。咱们小火慢炖1个半小时，没有蒜泥酱的酸菜炖排骨是没有灵魂的酸菜炖排骨。蒜泥酱从哪儿来？酱油3-5滴的香油，滴滴香浓，开盖。天哪！调味很简单，补充一点点的盐巴，松茸调味料，白胡椒粉。这金牌级的酸菜炖排骨，这就大功告成了。开选！